今天我们来聊聊近期半导体圈的一桩大新闻，台积电居然对美国政府硬气起来了。台积电提出一个听起来不可思议的要求，给我晶片法案的补贴免税，否则我就不在美国投资设厂了。这话一出，震惊四座。很多人可能会想，台积电凭什么敢跟美国叫板？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就从头说起，看看台积电赴美设厂的来龙去脉，以及这一场看似小公司对超级大国的博弈背后有哪些曲折和玄机。故事得从几年前说起。早在2020年5月，在美中科技角力的大背景下，时任美国总统川普猛烈呼吁芯片制造回流美国。当时台积电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兴建一座晶圆厂，这是台积电首次在美国本土建设先进制程工厂的计划。这件事在当时就引发热议，毕竟台积电是全球最大的晶圆代工厂，长期深耕台湾，从未在美国大规模造厂。有美国总统亲自站台邀约，再加上美国愿意提供各种优惠，台积电这才点头同意，尝试在沙漠中的凤凰城开启新基地。接下来几年里，这个投资计划不断膨胀。2021年到2022年间，随着美国拜登政府延续前任推动芯片本土化的政策，台积电又追加投资。2022年年底宣布第二座晶圆厂上马，将投资总额提高到400亿美元。总统甚至在2022年12月亲自飞赴亚利桑那出席台积电工厂的设备安装仪式，可见美方对此事的重视程度。当时现场还出现了美国知名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们捧场的盛况，毕竟苹果、英伟达等大客户都指望台积电的美国厂能供应先进晶片。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有点骨感，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建厂并非一路顺风。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化和人力挑战，美国工人和台湾工程师在工作习惯上的差异导致项目进度放缓。一度有消息称，台积电找不到足够的熟练工人安装调试精密设备，不得不要求核发签证，从台湾调派500多名技术人员赴美支援。台积电方面解释说，主要是美国本地缺乏具备经验的半导体设备安装工，导致原计划2024年量产的首座工厂被迫推迟到2025年。这还引发了美国工会的不满，指责台积电借口工人技能不足来引进外劳。当然不管怎样，项目延迟成了事实，首批芯片的量产时间往后拖延，直到近期2025年初，第一座4奈米厂才勉强开始试产。即便波折不断，台积电在美投资的野心却有增无减。2024年4月，台积电在已有2座晶圆厂计划的基础上，宣布再建第3座晶圆厂，总投资从400亿美元飙升至650亿美元。第3座厂据称将生产2奈米等级的最尖端芯片，预计在2029年至2030年投产。美国政府自然是喜出望外，商务部和台积电很快谈妥了晶片法案下的补贴方案。美国将提供台积电高达66亿美元的补助金，以及50亿美元低息贷款，帮助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建造这几座先进晶圆厂。用美国官员的话说，这将极大促进关键芯片在美国本土生产，对美国供应链安全具有战略意义。听起来台积电美国厂一片欣欣向荣，对不对？3座晶圆厂，650亿美元砸下去，未来几年美国本土就能产出大量先进芯片，每年预计60万片晶圆。然而故事并没有就此圆满。随着2024年底、2025年初国际局势变化，一股暗流开始涌动，台积电决定加码投资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要价。而引爆这一切的导火索，来自美国内部政策风向的变化。事情的最新发展登场了。2025年初，台积电和美国政府之间出现了一封措辞强硬的公开信式的交涉。原来，美国方面突然释放出一个让台积电非常紧张的信号，考虑对进口半导体芯片征收高额关税。这背后有点政治因素。川普一直炮轰拜登的晶片法案烧钱无用，主张改用关税，大棒逼企业回美。川普甚至吹嘘说，当初就是他扬言要对亚洲芯片客重税，台积电才被吓得跑来美国投巨资建厂的。不管这番话真实性如何，它至少反映了美国政坛一部分人的态度，与其给补贴，不如直接对外国芯片加税，迫使生产迁回美国。
台积电一听这还了得，自己辛辛苦苦答应来美国投资，就是希望共享美国补贴红利，顺便服务好美国客户。要是真让美国对进口芯片收关税，等于是在台积电头上浇冷水。一方面，从台湾运晶片到美国客户那儿要被课税，台积电要么自己吸收这笔成本，要么转嫁给客户，无论哪种都很伤。另一方面，如果客户觉得贵，不买单了，那台积电苦心经营的美国市场岂不是要受重创？所以台积电坐不住了，赶紧明确表态抗议。2025年5月中，台积电向美国商务部提交了一份正式意见书，语气之强硬在业界少见。台积电直截了当地警告华府，如果执意对进口芯片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本土客户降低采购，台积电年度营收将大幅下滑。那么之前宣布的亚利桑那州投资建厂10成将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被迫取消。简而言之，你美国要是加税卡我们的脖子，那我们就暂停这1650亿美元的豪华投资计划。这话可相当不客气，等于是把台积电在美建厂项目当作筹码摆上了谈判桌。不仅如此，台积电还提出了具体要求。在意见书中，台积电列出了6大建议供美国政府参考，其中首当其冲的一条就是，请将台积电等已经承诺在美设厂的企业豁免任何半导体关税或进口限制。换成大白话就是说，要我们在你这里安心建厂，你就别对我们的芯片产品征税设限，这几乎是明摆着向美国要政策保护。台积电的逻辑也写得很清楚，建先进晶圆厂是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全球成千上万供应商的零组件配套，如果中途杀出个额外关税，会干扰供应链合作，推高成本，抑制需求，进而削弱我们投入美国研发行动力，这可是直接损害美国想提升本土半导体实力的目标。一句话，政府任何举措都应当不要伤害已有的半导体投资。除了关税豁免，台积电的意见书还提到延长和增加税收优惠等诉求，比如将2026年底到期的先进制造业投资税收抵免延长到2030年，并把比例从 25% 提高到 35%， 这等于是希望美国政府继续加码甜头，减轻台积电未来在美扩产的成本压力。此外，台积电也希望美方加快各项许可审批和协助培养半导体人才。这些听起来很合理，但归根结底都是在替自己的投资降低障碍。总之，台积电利用这次机会，把自己的利益点一口气摊开在桌面上，要美国政府掂量，想要我来，就得给我更好的条件。台积电这一系列强硬表态，很快通过媒体传开，台湾媒体甚至用护国神山硬起来这样的标题来形容此事。毕竟一向温和低调的台积电，这回简直像在对美国放狠话，难怪引发舆论轰动。有人调侃，这是真贸易战，还没正式打，自己人先窝里斗起来。但实际上，台积电此举并非一时冲动，而是对美国政策环境变化的一种博弈策略。既然美国国内出现了不利于台积电的声音，台积电就必须据理力争，把自己的底线亮出来。那么美国政府如何回应呢？截至2025年5月下旬，美国商务部还在就关税议题征询各方意见，没有真的开始实施。然而政府内部对是否给予台积电特殊照顾恐怕也很纠结，一边是重金吸引来的投资不能砸，一边又不想被人指责对外国公司太纵容。可以预见，这场博弈将拉锯一阵子。但无论结局如何，台积电这一波操作已经秀肌肉给全世界看了。原来芯片代工龙头也敢呛声美国政府，这背后自然有深层次的原因和利益考量。要理解这一切，我们得先搞清楚所谓晶片法案补贴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及台积电究竟图个啥。我们常说的晶片法案是美国在2022年通过的一项重磅立法。简单来说，它就是美国端出来的一块巨额蛋糕，吸引芯片企业来美国建厂或者扩厂。这块蛋糕有多大呢？总金额高达527亿美元，其中390亿美元是直接给芯片制造项目的补贴经费，另外还提供 25% 的投资税收抵免，以及约130亿美元用于芯片研发和人才培养等。美国祭出如此大手笔，目的有2个，一是提升本土供应链韧性，避免过度依赖亚洲供应；二是应对中国的科技崛起。
因为如今全球 75% 以上的半导体产能在东亚，中国大陆和台湾占比尤其高，而美国自己的芯片产能占比已从1990年的 37% 暴跌到2020年的 12%， 其中台湾在先进制程上更是一骑绝尘，占全球 92% 的先进芯片制造。美国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这么关键的产业链被别人抓着可不行。于是两党合作通过了晶片法案，砸钱重建美国的芯片工厂。巨额补贴听上去很美，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政府在发钱的同时，也附带了一系列严格的附加条件，让拿钱的企业必须满足。以下是晶片法案资金申请中几个引发争议的主要要求。利润分享，如果企业获得超过1亿5千万美元补助，将被要求与美国政府分享超出预期部分的利润。也就是说，如果赚钱超乎预期太多，得把一部分意外之财上交给山姆大叔。限制对华投资申领补贴的企业10年内不得在中国大陆进行先进制程产能扩张，申领补贴就得接受这种护栏条款。严审与追责，申请资金需要详尽披露商业机密，之后还得定期提交详细报告，接受美国政府监督。如果被发现违反规定，比如乱用资金、瞒报情况，不仅补贴要退，还有可能被处以罚款等处罚。禁止股票回购，接受补贴的企业不得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或红利等。员工福利要求申请补贴的企业必须提供平价托儿服务等员工福利，以促进就业多元化。以上这些条件，有些出于产业安全考虑，有些则带点政治意味。对于外国企业来说，领补贴变成了一件绑手绑脚的事。韩国方面就公开表示过担忧，认为这些条件很不合理，简直让三星、海力士骑虎难下。台积电这边也是满腹疑虑。2023年时，台积电就曾罕见地发表声明，表示正跟美国沟通补贴指引细节，并强调希望补贴细节不要影响双方产业合作和成本负担。言下之意，显然也是对利润分成、敏感信息披露等条款心存抵触。可以说，晶片法案的补贴如同蜜糖裹着玻璃渣，蜜糖是巨额的资金诱因，玻璃渣则是附加的严苛条件。企业一边计算着能拿多少钱，一边又要权衡会不会因此受制于人。在这种情况下，台积电申请补贴就格外谨慎。直到2023年底，台积电在美第3厂计划敲定时，才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初步协议，将获得约66亿美元补助和50亿贷款。作为交换，台积电追加了投资，并同意一些条件。但如果美国后来又冒出个关税这种新增的不利因素，那台积电肯定觉得当初没谈这个啊，于是只好亮剑，要求补贴必须免税到手，不能左手给补贴，右手又征税。顺带一提，晶片法案的补贴大战也引发了全球连锁反应。欧洲、日本纷纷推出各自的芯片法案或补助计划，争相以政府资助来吸引芯片厂。这股补贴风潮让人感慨，高科技产业已经进入国家队烧钱时代，单靠企业自己已经玩不起了。台积电作为业界龙头，在台湾本土也长期受政府优惠支持，这次远赴美国，自然也希望东道主也得给足面子，给够钞票，不然白白抬高成本何必呢？所以当台积电感觉美国这红包里掺了沙子，还可能举起关税大棒时，他才会有底气拍桌子，要谈判谈判。在继续讨论台积电的底气之前，我们先回答一个可能许多观众心中的疑惑。台积电作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半导体公司之一，每年利润数百亿美元，难道还缺钱吗？为什么晶圆厂需要政府补贴？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芯片代工看起来赚钱，但烧钱更是惊人。首先，建造一座现代尖端晶圆厂的费用高得吓人。以台积电在亚利桑那的项目为例，计划中的3座厂投资总额高达650亿美元，平均每座厂就要200多亿美元。哪怕是单独算第一期5奈米或4奈米厂房，120亿美元也跑不掉。这还只是建厂资本支出，后续每年的运营成本同样庞大。一台极紫外光刻机就要上亿美元，而且需要数十台，再加上数千名工程师团队的薪资、水电能源开支等等，晶圆厂就是不折不扣的烧钱黑洞。更要命的是，
不同地点建厂，成本差异巨大。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先生就多次直言不讳地指出，在美国造芯片成本比在台湾高出至少 50%， 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甚至张忠谋后来发现 50% 还是乐观估计，他认为实际成本差距可能接近2倍。为什么美国这么贵？他老人家举过一个例子，在台湾设备凌晨1点坏了，2点就有人爬起来修好，在美国凌晨坏了很可能要等到白天上班再修。再有，美国工人工资和福利普遍更高，建筑原材料、供应链配套在美国也没那么集中完善，方方面面都贵。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芯片厂商几乎不可能自负盈亏的在美国运营先进制程。除了建厂，研发也需要政府支持，先进制程的研发投入巨大，一代工艺可能砸下数十亿美元研发费，很多国家政府都会在这方面给予资助或税收减免，否则企业很难单凭市场机制投入如此庞大的前期成本。特别在晶圆代工这种规模经济明显的行业，领先者需要不断大投入才能保持技术优势，所以各国政府都把半导体当成战略产业来扶持。最后，从供应链安全角度看，政府补贴也带有保险性质。对美国而言，把芯片制造引回本土，哪怕成本高一点，也是一种花钱买保险的做法。美国担心万一台湾有个3长2短，供应链断掉就麻烦大了，所以愿意花钱未雨绸缪，让台积电来美国设厂。对台积电来说，这等于帮美国守住一部分产能。如果真的出现最坏情况，它在美国还有一块根据地，这也是一种双赢。只不过前提是得有政府掏钱把这个备胎建起来，这种战略意义也是政府乐意补贴的原因之一。综合以上，晶圆厂需要政府红包并不奇怪。正如有人打比方，建晶圆厂就像在烧金子，没有点政府资源撑腰，企业根本玩不起这个资本游戏。于是拿补贴也就成了半导体产业的新常态。说到底，台积电之所以敢向美国强硬表态，底气来自于它在全球半导体产业不可替代的地位。别看台积电公司总部在台湾，员工不到6万人，但它在芯片江湖的分量，那可是连美国都要仰仗3分的存在。首先看市场地位，台积电是全球第1大晶圆代工厂，全球代工市场超过2/3的份额被台积电拿下，而排名第2的三星只占不到1成。也就是说，全世界绝大多数企业想造芯片，只要不是自己有厂的，最后都得拜托台积电。尤其是最先进的芯片，几乎9成都出自台积电之手。苹果手机里的处理器，特斯拉自动驾驶芯片，英伟达最强人工智能芯片，这些顶尖产品背后的芯片生产都是靠台积电。美国对台积电的依赖有多深？有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台积电营收中有约 65% 来自北美客户。北美客户基本指美国科技公司，包括苹果、超微、博通、高通、英伟达等等清一色美国企业。可以说，台积电撑起了美国科技产业半边天。如果没有台积电稳定供货，这些美国公司很多产品研发进度都会受影响，甚至无法按期上市。美国短期内没有可替代台积电的选项。有人或许会问，美国不是还有英特尔吗？但现实是，英特尔这些年在制程工艺上已经落后台积电至少2代。目前英特尔连稳定量产7奈米都还在努力，更别提3奈米、2奈米这些尖端工艺了。在未来5年内，美国本土还不可能出现一家能比肩台积电技术的晶圆厂。三星虽然技术上接近，但三星是韩国公司，而且它在美国的厂主要做存储芯片，逻辑代工还没大量在美投资，所以美国在高端芯片制造上现在就是非常依赖台积电，没有备胎。从政治层面讲，台积电也受益于台湾与美国的特殊关系。台湾方面把台积电视作护国神器，美国也视台积电为民主伙伴的战略资产，双方都不希望台积电受损。因此，当台积电据理力争自身权益时，台湾政府其实是站在台积电这边的。美国决策者也要考虑，若对台积电太苛刻，可能影响美台之间的互信。美国政府想打造半导体联盟，就不能让台积电寒心。最后，别忘了台积电的态度也影响其他企业观望。三星、英特尔等
都在看美国怎么对待台积电。如果台积电争取到了好的条件，那其他公司也会跟进要求。反之，如果台积电利益受损，别人也会心寒，对美国的投资环境打个问号。美国如果想吸引更多投资者，就必须让台积电感到放心。总而言之，台积电对美国强硬的底气来自其独步天下的技术和市场地位，以及美方对它的高度需求和短期内无可替代性。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我不是针对谁，在座的各位都得仰赖我台积电。首先，台积电美国投资的变数增加，可能影响全球产能布局。原本按照计划，台积电亚利桑那园区到2030年要形成6座晶圆厂，总投资1650亿美元的庞大基地。如果这一计划顺利，未来全球最先进芯片有相当一部分将从美国本土出货。然而如今台积电以暂停投资相威胁，表明这些产能布局充满不确定性。万一台积电缩减美国扩张步伐，那美国想在本土拿到足够先进芯片的愿景就要打折扣，全球供应链重回亚洲中心的老格局。其次，贸易政策走向将深刻影响芯片价格与流通。如果美国针对进口芯片征收高关税，短期内芯片价格势必上涨，美国企业要么被迫承担更高成本，利润缩水，要么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导致终端电子产品涨价。台积电在意见书中就警告，关税会提高终端产品成本，抑制市场对芯片的需求，这可能引发连锁反应，需求下降，芯片厂营收下降，进而减少对未来研发和扩产的投入。再次，此事让其他国家看到了风险和机遇。对于同样想吸引台积电投资的国家来说，美国和台积电闹别扭反而是机会。如果台积电减少在美投入，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其他海外项目上。比如台积电在日本熊本的工厂已经在建造中，最近日本政府据传还希望台积电追加先进制程投资，欧洲的德国也多次传出与台积电接洽建厂的消息。最后，这场风波也预示着美中科技战下供应链重塑的艰难。美国想建立一个不依赖中国的芯片生产网络，台积电是其中关键一环。然而过程中出现的摩擦说明，就算都是自己盟友和伙伴，也难免各算各的账。全球芯片供应链如同一张精密织就的网，轻轻一扯就牵动全身，各利益方需要不断对话协商才能避免断裂。讨论台积电和美国的关系，不可避免要放到美中科技争霸这个大背景下来看。在这场你来我往的博弈中，台积电的角色颇为微妙，既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资产，又仿佛陷入两强夹击的尴尬境地。一方面，美国将台积电视作遏制中国高端芯片的杀手锏。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实施一系列芯片禁令，其中最重磅的就是禁止台积电向中国公司提供最先进制程芯片，除非获得特别许可。同时，美国力促台积电赴美设厂，也是希望一旦台海有变，美国本土还有部分产能。另一方面，中国则视台积电为不能轻举妄动的战略人质和潜在的收复利益。北京当局很清楚，台积电对全球至关重要。如果主动攻击台湾，导致台积电产能中断，那全世界包括中国自己都会遭殃。因此有人说，台积电是台湾的龟盾，在一定程度上吓阻中国贸然动武。美中两强的博弈让台积电陷入了两难处境。一位业内人士曾比喻，台积电就像被两头大象夹在中间的小动物，大象打架，小动物最遭殃。但台积电也不是任人摆布的羔羊，他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这次对美国强硬要价，某种程度上也是台积电在为自身赢得一点主动，以免将来完全受制于人。从更宏观看，台积电的境遇体现出全球科技供应链政治化的尴尬。当今世界，像台积电这样掌握关键技术的企业，已经不只是商业实体，而被赋予地缘战略价值。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想把这样的王牌攥在自己手里。然而技术高度全球化协作的事实又无法完全切割。台积电要用美国的软件、日本的材料、荷兰的光刻机，也为美国、中国客户代工芯片，它谁都离不开，谁也离不开它。对于台湾来说，台积电既是护国利器，也是潜在风险。台湾方面近来也支持台积电走国际化路线，减轻对本土的单一点依赖。
同时也通过外交手段争取美日对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和保障。某种意义上，台积电已经被提升到准外交角色。台积电董事长、首席执行官频繁和美日政要互动，被称为晶片外交。聊到这里，这场台积电对美硬起来的大戏基本脉络也清晰了。从赴美设厂的初心，到补贴博弈的波折，再到背后美中角力的暗潮，这一连串故事远不止商业新闻那么简单，更像是一部科技与政治交织的悬疑剧。或许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出戏的下一幕。美国会不会让步答应台积电的免税要求？台积电又会不会因此调整在美策略？是握手言和各取所需，还是冲突升级各走各路？其结果都将深刻影响未来半导体版图。不管结局如何，有一点耐人寻味，在这个芯片为王的时代，一家企业竟敢同超级大国直面交锋，且有底气让对方权衡利弊。台积电和美国这场博弈，既是商业谈判，也是国家战略的角力，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力量的分量。小小芯片牵动风云际会，台积电一生硬气，折射世纪博弈。相信各位观众和我一样，对接下来的发展充满好奇和关注。